谁都想花小钱办大事儿，朋友，如果说你要问我30万级有没有那种空间大、配置高、安全又舒服的 MPV， 答案是必须有。今天呢，我给你找来了现在市面上非常火的2款车，一个呢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吉利银河 V900， 还有一个呢是目前当红的炸子鸡高山8。今天呢，咱们不吹不黑啊，我们会从安全、底盘续航、豪华配置以及空间这4大维度上进行实测对比，咱们只讲真实的体验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到底谁才是真香王。都说呢，买 MPV 买的就是空间，空间才是一台 MPV 的灵魂。那首先咱们来看一眼它俩的车身尺寸。其实如果说你要从外观看的话，它俩是大差不差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参数。V900它是车长5.39米，然后轴距3.2米。高山8呢，它是车长5.28米，轴距3.1米。其实你要是看它俩的数据也是大差不差，就几乎没有说太大的这个差别。那咱们光看肯定是不行的，我们直接上车体验。我现在呢是在银河 V900的第2排，咱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座椅呀调到就是我已经翘2郎腿，其实差不多，就是你可以看一下，就第2排跟第3排这个空间表现真的是相当出色的。不管是我头部啊，包括腿部的这个余量，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宽敞，而且它的后备箱呢，就是在标准的情况之下，你是能够放下1000多升的，所以这一点呢就特别适合你带着你的家人朋友，包括就是老人啊等等，你们一块出去露营出去玩，因为像宝宝的手推车，包括你们露营的那种大件，比方说偶尔这种搬家是吧，这个车都是非常合适的，所以我觉得 V900它是特别适合你们一起全家出游的。现在呢，咱们是在高山8的第2排，一样啊，我把这个第2排的座椅调到就是跟刚才差不多的位置，我翘2郎腿，不是那么局促。你看一下2排跟第3排，其实肉眼可见会比 V900会稍微局促一些。然后它的后备箱空间呢，在标准的情况之下，也是只能够放下435升，所以咱们从这个实际的表现来看，确实 V900它会更加出色一点。所以呢，咱们综合实际对比下来啊 ，V900呢，它在实际的空间表现，包括装载空间，还有家人出游，它的表现可能会更加的出色。而且呢 ，V900它是有6座、7座、8座的版本，那高山8呢，它是只有7座，所以这一点，如果说你们家里人比较多的话，那我觉得 V900可能你的选择会更好一些。MPV 呢，不仅要做得大，而且就是要做得舒服。底盘跟续航呢是非常关键的。咱们首先来看一下银河 V900它的这些底盘的配置。首先，它给你配了 CCD 电磁减震跟空气悬架，车身的高低呢，它是能够自主的调节。你像我们刚才过的那些减速带呀、烂路，以及你看我现在过的这些颠簸的路段，包括就是你在路上有一些城市通勤呐、高速巡航等等，它的这个减震效果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呢它非常大，但是你把它开起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它还挺灵活，特别的稳啊。那像有的老人跟小朋友，他是特别容易去晕车的。刚才咱们说的那些点，银河 V900它是有这些舒适的配置，所以就对这些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士来说是非常友好的。另外就是它的续航跟电池了。V900呢，它搭载的是大牌子宁德时代的50度的大电池，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能够做到260公里的。你想，它光纯电就已经能够跑260了，所以说你像日常通勤，或者说去一些那种远途的路，你完全用纯电也是没毛病的。咱们再来看我现在开的这台魏牌高山8，在配置上呢，它用到的是普通的4螺旋簧独立悬架，它也没有给你配空悬，没有 CCD 电磁减震，所以在底盘的舒适性上会稍微差点意思。然后在电池跟续航的方面呢，高山8它用到的是蜂巢能源的 44.28 度电池 ，WLTC 的纯电续航是172公里，然后我们把它换成了 CLTC， 差不多是206左右。所以呢，咱们总结续航跟电池的部分，这一点上 V900它确实从客观层面上来说要更胜一筹一点，因为呢它的电池更大，纯电续航的更多，所以呢你的纯电续航焦虑可能也会更小一点。不过呢这2个车它俩的这个 CLTC 的综合情况是差不多的，都是在1200以上。除此之外呀，买 MPV 呢基本上都是全家出行，所以呢安全就是最大的底线，这点呢是绝对妥协不了的。首先呢，这2个车它们在主动安全上，比方说呢刹车辅助、主动安全预警、车道保持、居中、辅助影像等等的方面，这些配置都是标配，这一点呢没啥好说的。只不过说他们在安全气囊的配置，包括 AEB 等等的这些方面呢，还有一些小细节。银河 V900呢，它全车一共有9个安全气囊，然后它的 AEB 最高的刹停速度是130
30公里每小时。另外，它全车的每一个座位的这个安全带的提醒，这些小细节它也是面面俱到。所以说，就不管你是哪一个位置，它都是给你最安心的守护。高山8呢，它全车是6个气囊 ，AEB 的最高刹停速度是100公里每小时。然后在安全带的提醒方面，它的前排跟2排是有的，第3排就没有了。所以其实咱们实际看下来啊，在安全方面，两个车呢肯定是大差不差，只不过说在一些安全气囊的数量，包括 AEB 的刹停速度以及安全带提醒这些小细节上，那 V900它可能会更加全面一些。说完了硬核的配置，咱们再来聊你们日常能够用到的部分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讲一个大前提 ，V900它的这个版本啊是12204驱 Max 的版本，价格呢是289800，高山8呢它就是普通的版本，价格是309800。在这个大前提之下，咱们再来看一些细节。首先呢，就是一个全景天窗，那 V900呢它是给你配了一大整个，而且呢还给你标配遮阳帘。在这儿呢，高山8它给你用的是分段式的，所以在这一点上你自己来评判一下，你到底喜欢哪一个，更适合哪一个。那再有呢 V900它是全系给你限时赠送一个垫脚踏，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垫脚踏对于像这种大的 MPV 车型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尤其是你们家要有老人有小朋友，有这个垫脚踏，他们上下车可能也会更加的放心，更加的安全一些。还有就是像冰箱，那 V900呢它的温控是从零下6度到零上50度，然后高山8它是0度到50度，所以在这儿呢就 V900它的这个冷冻可能会比高山8会稍微多一些。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夏天比较喜欢喝冰可乐的朋友，那这一点你可以来评判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来说音响。V900它是27个扬声器，然后给你配了2个头枕音响。那高山8呢，它是有23个。再有就是充电配置 ，V900呢，它是全车一共有4个无线充，高山8只有1个。再有就是高山8它是有一个手势控制，这一点呢 V900没有。还有就是像这个副驾的屏幕，高山8会更多一点。所以呢，咱们总结一下，在舒适配置这一块，两个车在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之下，那 V900它的一些配置会更加的舒适，更加的丰富一些。随着车圈在不断的迭代升级，你会发现 MPV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也是特别需要咱们去擦亮双眼，去实际的对比你到底需要什么。那之前呢，可能最火的是腾势 D9， 后面呢又开始有了高山，有了梦想家等等的车型。咱们不能说这些 MPV 里面哪个最好，或者说哪个最坏，因为每个车它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嘛，就跟咱们人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。根据咱们今天自己对比完这2台车的实际表现，我觉得如果说你是需要更多的装载空间，更需要更多的乘坐空间，以及还有豪华舒适的配置，包括可能你想要更多的纯电续航等等，那 V900它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。高山8呢，它也有自己的优点，但是它也有一些小的不足，在我们今天的对比中，比方说呢，它实际的豪华舒适的配置，包括纯电续航等等，但是呢，它有很多自己的优点，比方说它的非常成熟的插混加4DHT 的技术，以及加速更快，然后综合的扭矩也要更大。所以你这么看下来，就这2台车，它们都是有自己的优缺点。更关键的是你自己要看，你自己更想要什么东西，什么样的这个配置是更加符合你心目中这样的车型的。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这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说你还有任何的疑问，可以在底下跟我们聊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